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青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茶语镂空毛衣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衣服分为衣领、领肩、身体、下摆和袖子几个部分。从上往下按顺序依次编织各个区域。衣服有大小2个尺码，编织方法一样，只是针数、圈数以及播放位置的处理方法稍有不同。往后我以小码为例进行演示和讲解，大码遇到不同之处会单独说明。首先来认识一下图解，这里图解是这样的格子形式，图中的一个格子表示一针，对应编织时的一个线圈。这样的空白区域不需要编织。并针的位置，无论是几针并作一针，表格都是占一个格子。交叉针的位置，有几针交叉就占几个格子。这里数每圈或者每行针数时，就数格子的数量，然后与半针上的数量对应。图解侧边的数字表示行数以及圈数，箭头表示编织的方向。绕圈编织时，每圈都是在正面编织，图解始终从右往左观看。遇到在反面编织时，数字在左侧，箭头都是从左往右的朝向。这里反面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我这里图解仅供教学使用，大家实际以手里的实物为准。编织用到的针法比较多，图解都会进行相应标注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首先起针编织衣领，采用一针上针、一针下针交替起针的方法。起针后编织单螺纹花样，其中最后一圈需要编织大平针花样。首先来起针，这里编织时需要使用双股线，也就是将2根线合并成一根线来编织。往后教程为了方便观看，使用一根棉线进行演示，颜色随机。后面教程里的一根线表示实际的2根线。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针的型号，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同时，这款产品使用的线材不易拆卸，往下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编织。下面演示一下起针的方法。首先取出对应线材，将线打一个活结。没有特殊情况时，开始预留10厘米左右，方便后面藏线头。左手拿起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一头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一针。右手用握笔的姿势拿起另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另一头，将线在右手的小拇指上绕一圈，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，这根线放在食指与中指之间。这个就是编织的基本姿势。如果是上下针交替起针，第一针起好后，这里有2种情况，一种是第一针
算作上针，另一种是第一针，算作下针。这两种根据具体情况而定。我们通常情况是将第一针算作上针，第二针起下针，将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左针的线圈，右手食指带线，绕线，将线挑出，套在左针上，线不要拉得太紧，不然后面不好挑针。第二针下针就起好了，可以看到线在下方。接着织上针的起针，将右针放到线的下方，从下往上穿过这两个线圈之间，注意，这里是线圈之间的位置，不要穿过线圈。然后绕线，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这是第三针，这一针作为上针，可以看到线在上方。继续织下针的起针，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穿入线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，这是第四针，再织一针上针的起针，右针放到线的下方，穿入线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，这是第五针，继续交替起下针和上针，线在上方就起下针。线在下方就起上针。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。另一种情况，将第一针算作下针，第二针就起上针。然后交替起下针和上针即可。这个就是上下针交替起针的方法。起针完成后，往下编织单螺纹。这里第一针是下针符号，对应编织下针。第二针是上针符号，编织上针。
后面继续交替编织一针下针和一针上针，同时这里遇到靠前的线圈织下针，遇到靠后的线圈织上针。织完1/3的针数，换下一根半针继续编织。后面按照同样的方法，织完还剩一半的针数后，换第3根针继续编织，将剩余织完。织完最后一针，往下将针架成三角形，从第2圈开始往下绕圈编织。第1针拉紧一些，之后继续参考图纸进行编织，这里大家也可以参照纹理编织。第2针是这样瓦片形状的纹理，这是上针的纹理，对应织上针。后面是辫子形状的纹理，这是下针的纹理，对应织下针。往后继续按照纹理或参考图纸编织上针和下针。编织过程中遇到半针交界点，第1针要编织得紧一些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编织。织完最后一针，此时第2圈就完成了。往后除了最后一圈需要编织大平针，也就是全部编织下针，其余圈按照第2圈的方法对应编织单螺纹花样。大家参考图纸将对应圈数织完即可。这里线头位置就是每一圈的首尾。这里我用小样教大家一个数圈数的方法。我们可以数下针辫子的纹理，一个辫子表示1圈。这里最下方的辫子是起针形成的，不包含在内。从上方一个辫子开始数。这里半针上的线圈也算作1圈，
1、2、3、4、5。我小样这里此时织好了5圈，大家继续将对应圈数织完，此时衣领部分就要讲解完了。下面编织领肩，这里需要分成前片、后片和2个袖子区域。之后，后片与2个袖子之间需要引反编织，与前片形成高低差。之后再绕圈一体编织。开始先讲解一下分区。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，找到衣领第1针的位置，也就是线头左侧的这一针。从这一针往左数8针，注意包含第1针在内。然后扣上校扣，做间隔。再从线头位置往右数9针，同样包含线头的1针。扣校扣间隔。此时这2个校扣之间就是左袖的区域。之后往左，参考图纸数出后片的针数，然后扣上校扣，之后再按照同样的方法依次数出右袖和前片区域。大家将其完成。完成后，此时分区就完成了。这里可以在左袖的区域扣校扣标记，方便编织时找各个区域的位置。接下来开始编织第1行，也就是引反编织部分。这里从线头的位置往左进行编织。注意，这里领肩编织时需要换另一个型号的棒针。换针的方法与之前衣领第2圈相同，编织边换就可以。接着之前的线，先往下编织1针上针，接着织3针下针，往下编织右上1针与2针的交叉针，这里需要交换左半针的3个线圈位置，在后方挑起后2个线圈，然后捏住线圈，同时放开3个线圈，将第1个线圈穿回左半针上，再将右半针的2个线圈穿回左半针。此时交换好了线圈位置，往下一一对应织3针下针。完成右上1针与2针的交叉针，可以看到右侧1针的线圈压在左侧2针的上方，往下织1针下针，
此时织完了左袖去，校扣移到右半针上，后面是后片去，先织一针下针，往下织左上一针与2针的交叉针，先交换线圈位置，在前方挑起第3个线圈，然后放开这3个线圈，将前2个线圈穿回左半针上，再将右半针的线圈穿回左半针。此时线圈交换好了位置，往下一对应织3针下针。完成左上一针与2针的交叉针，可以看到左侧一针的线圈压在右侧2针的上方，后面织4针下针，然后织1针上针，往下织右上2针并1针，后面剪成右上并针，对应编织。完成后继续织1针挂针，接着织1针右上并针，再织1针挂针，1针右上并针，1针挂针。这里后片剩余部分针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继续参考图纸编织。织完后片去，往下到了右袖去，先参考图纸编织到还剩6针的位置。到了对应位置，此时第1行就完成了。接着织第2行翻转，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图解从左往右观看，同时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第1针是有节的划针，将线放于右半针的上方，然后从下往上将左半针的第1针挑下不织，线头向后拉紧。此时线圈变成了这样的状态，这就是有节的划针。往下图解是下针符号，相反针法编织上针，对应织2针上针。
后面上针符号之下针，之后继续1对应之6针上针，遇到挂针的线圈直接挑线进行编织即可。往后是一个特殊的加针符号，这里需要调2针之间的度线，也就是2个线圈下方的这个横线，织1针上针，这样相当于加了1针。往后这一行遇到特殊的加针符号，都是挑度线织上针，其余位置参考图纸编织对应的上下针，一直织到左袖还剩6针的位置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剩余针数及前片区域不编织。此时第2行完成，接下来织第3行方转。这一行在正面编织，直接编织图解标注的针法即可。先织1针有结的划针，线头放于右半针上方，然后将左半针第1针挑下，不织，向后拉紧线圈，完成有结的划针。接着织2针下针，1针上针，后面织1针挂针，2针下针，往下织1针右上并针，后面织右上1针与2针交叉针，之后织1针下针。此时织完了左袖区，后面大家继续参考图纸，一直织到右袖还剩2针的位置。
编织过程中遇到有结的划针位置，调2根线。对应编织相应针法。往下继续编织。到了对应位置，此时第3行就完成了。往下织第4行，先翻转。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先织一针有结的划针，之后参考图纸编织。注意，特殊加针的位置是挑度线织上针，往下一直织到左袖还剩2针的位置。遇到有结的划针，调2根线一起编织。到了对应位置，第4行就完成了。继续参考图纸编织第5行，一直织到前片区域开始2针的位置。到了对应位置，此时第5行完成。往下继续织第6到11行，这几行都是往返编织。这里需要知道什么位置，可以看一下下一行起始位置。下一行第1针位置就是当前一行的最后一针位置，同时后面双数行都是在反面编织。注意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往下大家参考图纸将这6行织完。完成后，此时临反的区域就织完了。往下需要绕圈编织，同时为了方便后面的编织，这里需要调整第1针的位置，则需要将之前的线预留长线头剪断，然后将线穿入缝针。在织物背面挑旁边打个结固定一下，然后顺着纹理藏到织物里面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，剩余的线头剪掉即可。然后在织物的正面找到前片的第1针位置，这里可以将线圈先移到左半针上，
移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接线进行编织。这里校扣可以移到第一针的下方，大致对应的位置。拿起线，打一个活结，右半针穿入左半针的线圈，织一针下针，套入活结，挑出，完成下针，稍微拉紧线圈。这里线头暂时保留，可以以此区分每一圈的首尾。往下是特殊加针位置，后面都是在正面编织，这里特殊加针位置都是挑肚线，织一针下针。往后大家继续参考图纸编织，一直织到接线位置的旁边一针。织完后表示这一圈结束。同时后面的第13到16圈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编织即可。编织过程中如果针数变多，可以按照之前换针的方法换成对应型号的环形针编织。完成后编织第17圈，往后大家可以在首尾的位置扣一个校扣进行标记，方便区分每一圈的首尾。开始先织一针下针，然后织左上一针与2针交叉针，往下是左上2针并一针，之后简称左上并针，对应编织。完成后继续织2针下针，一针挂针，后面织一针上针。注意挂针之后编织上针时，要将线从下往上绕上来之后再编织。织完保证挂针的线圈仍然留在右半针上，往下继续织一针下针，一针挂针，一针左上并针。这一圈往后以及剩余圈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将剩余织完即可。此时领尖区就讲解完了。下面编织身体，这里只在前片和后片区域编织，2个袖子区需要修针暂停编织。这里我们从首尾位置的尾部往右，先将右袖区进行修针，使用家里的零线取一段长线头，穿入缝针，然后将右袖区域的线圈依次挑到线上。这里右袖的标记校扣可以取下，然后将线打死结。此时右袖区就完成了修针，后面左袖区可以在编织过程中再修针，
往后开始编织。这里第一圈大小码方法稍有不同，我先讲解小码。小码这一圈需要减针，减针的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，将前片区域织完。完成后再将左袖区域进行修针，之后挑后片区域进行编织即可。如果修针后环形针无法环过来绕圈编织，可以换成4根半针圈织。这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参考图纸将其织好。接下来我讲解一下大码第一圈的方法。这一圈需要在腋下进行加针，也就是在袖子收针的位置加针。开始，先参考图纸将前片区域织完。使用之前的线直接挑前片进行编织即可。大家实际要编织对应的花样，我小样这里就不织花样了。将前片区域织完。织完了对应区域，往下使用卷针加针的方法，参考图纸，加出对应的针数。我这里针数随意。小样这里加了7针，之后将左袖进行修针，然后直接挑后片的线圈，继续往下编织，将后片区域织完即可。织完后片区域，往下用卷针加针，加出与之前同样的针数。此时第一圈就完成了。往后小码的剩余圈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编织即可。注意可以在首尾的位置用校扣标记，其余位置校扣可以取下。下面我演示一下大码第2圈，直接挑线圈，先参考图纸织完前片的区域。同样，大家实际参考图纸编织对应的花样。到了卷针加针的位置，挑线圈，对应编织下针。如果编织过程中线圈脱落，可以用棒针将线扭一下，再套回棒针上，继续往下编织。后面后片区域正常挑线圈编织即可。到了卷针加针的位置，按照同样的方法一对应编织相应针法。完成后，此时第2圈就织好了。大码剩余圈，
同样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编织即可。此时身体区域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往下接着编织下摆，这里都是编织单螺纹花样，织完后需要进行单螺纹收针。这里单螺纹花样的编织方法与衣领处相同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，织完对应圈数即可。则往下演示一下单螺纹收针的方法，这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操作，请看演示。全部织完后，进行单螺纹收针。先织2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第一针下方是辫子，第2针下方是横线，因此先织一个上针，再织一个下针。然后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辫子，应该织一个上针。织之前，左手捏住右针线圈底部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下方后穿回线圈，然后织上针。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横线，应该织一个下针。织之前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上方后穿回线圈，织一个下针。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又收好了一针。每次都要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并且织之前都要通过移动右针变换线的位置。织上针时，线在上方，织下针时，线在下方。我们继续将它们收完。还剩一个线圈时，线头稍微留长一点。固定线圈，最后可以用这个线头将首尾缝一下，确保没有明显的凹口。这样单螺纹收针就完成了。此时下摆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最后编织袖子，需要将之前袖子区域的线圈平均分到3根半针上，之后再用第4根半针绕圈进行编织。往下我演示一下方法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。先将线圈剪开，然后线圈依次移到半针上。
穿完线圈，大家核对一下线圈数量，之后再将修针的线依次取下。此时线圈就移到了半针上。往后小马直接参考图纸编织袖身和袖口，袖身继续编织领尖的花样，袖口需要编织单螺纹，其中第一圈需要按照一定规律减掉对应针数，织完后进行单螺纹收针。这里用到的针法和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编织即可。此时小马的袖子就讲解完了。往下讲解大马袖子，这里将线圈平分到3根半针后，往下需要从腋下加针的位置挑出对应针数。我继续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。这里从居中的一针开始挑针，大家挑针前先看一下需要挑出的针数，比如我腋下这里需要挑出8针，则将需要挑的针数平分一下，先往一侧挑出4针，找到腋下居中的一针位置，挑上方这样交叉的2根线入针，然后将线打一个活结，套到半针上，挑出，稍作调整。此时挑完了一针，往下继续挑2根线，一对应挑出3针，完成后往下挑线圈对应编织。这里编织时，如果腋下加针位置与线圈之间有大洞，则可以编织时挑下方的1到2根线，与线圈一起编织。后面大家继续参考图纸编织相应的花样，同样我小样这里花样随意，往下将线圈部分织完。织完线圈，后面继续挑腋下加针的位置编织。这里需要挑出4针，之前腋下加针的位置还剩3针，则我们需要在拐角的位置挑出1针，挑大致的2根线入针，绕线挑出，后面继续挑腋下加针的大致对应位置，一对应挑出3针，
完成后，此时8针就挑完了。同时，这个袖子的第一圈就完成了，后面剩一圈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编织即可。这里袖身仍然编织领肩区域的花样，袖口编织单螺纹花样，其中袖口第一圈还需要按规律减掉一定的针数，袖口织完要进行单螺纹收针，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将其完成即可。此时袖子的编织就讲解完了，到这里整件衣服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，思思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